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不在耶路撒冷，我们在以色列的南部。然后，今天早上，对，妈妈入境了。我们现在靠近 Eilat 的一个考古公园叫做 Timna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7年前来过，现在它改建的又比以前更好，给大家看。那这是它的一个小小的博物馆。然后因为 Timna 它这个公园的历史很长久，它以前就是采铜的地方，炼铜的地方，然后也是以东帝国。关于以东帝国，你有没有想说什么？那以东这块地以前也不是以扫的地，但是这块地是神赐给以扫的。那在这个之前，他们就像迦南地一样，住了很多当地的土著，还有巨人。那这块地上帝赐给以扫以后，以扫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需要赶出原来居住的这个地方的原住民，还有巨人。那我觉得说，以扫按着神所说的做了，然后神也赐给他了这块地。可是那个厄巴迪亚书，对，我只是单就说得这块地了，我不是说那个他后来对以色列的那个叫他拆毁，拆到根基，不是，然后看着他们被掳掠，然后在旁边还幸灾乐祸的。那运气好的话，可能可以看到这些动物。然后在这边呢，现在因为以色列在打仗，所以他的票从本来的49变成29。采铜的人，据说他们其实不是奴隶，因为这是一个很需要技巧的一个职业。然后他们在这里还发现，原来他们吃的食物有鱼，而且是进口的鱼，代表这真的是一个技师的职业，不是普通人可以做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是砂岩，里面带铜。这个呢是白云石，里面带铜，比较硬。铜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很重要，因为它除了可以做饰品以外，也可以做武器。然后刚刚看这个看板这个可爱的羚羊体重就是最高20公斤，然后它不用喝水，然后它的食物是皂荚木的叶子，这就是皂荚木。噔噔，很漂亮，那边比较漂亮。其实皂荚木有很多种，像这个是其中一种。然后如果我们等一下再开的话，可以看到其他种。那不管有没有打仗，它的票呢都是你买了，然后可以来1个礼拜，就是1个礼拜内你可以就是重复来啦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。那这个公园虽然是蛮大的，但是也没有大到说你需要1个礼拜来7天才看得完。其实来1天应该就看完了。但它有蛮多就是步行的路道啦，就看你们就是想要怎么样玩。那它有公车可以到，公车只是到这里，就是访客中心。那你进来的话还是很麻烦。最好的话就是还是租车，不然的话有脚踏车啦。这里的重点呢，就是有一些就是特别的自然地理可以看。然后这里是挖铜的地方，前面这个呢，就是当时他们炼铜的地方。然后为了保护这个炼铜的地方，之前在这里还有那个城墙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就是拉姆西埃及法老拉姆西3世的一个神庙，在制铜之前呢，会先有一些祭祀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湖，然后这里有一个会幕，会幕是一个亮点。我7年前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些露营的东西，现在它有了。那辆车后面这个呢，就是会幕模型，是1:1的，根据圣经。然后它每一天，应该是主安息日的每一天都有导览。旷野最常见的植物呢，就是皂荚木，它就是做会幕的材料，以及约柜的材料。他说上礼拜这里才淹水，
所以他们还在修，才会变成这样子，我们看到的这样子。会幕的摆设呢，其实就是在预表神所预备的救恩，一定要先献祭，因为只有血才能够赎罪。所以第一个看到的呢，会是燔祭坛，再来才是洗涤盆，要洁净自己，然后才能够进入到会幕。会幕又分成圣所跟至圣所，在圣所里面呢，有陈列的饼，以及金灯台是在圣所里面唯一的光源。然后还有一个香炉，就是象征圣徒早晚所献的祷告馨香的祭。然后大祭司他平常呢是穿这样子柔美的衣服，但是1年1度碰到了赎罪日的时候，他就要脱掉这个有宝石的衣服，然后进到至圣所里面，为他自己、为以色列全家来赎罪。那在至圣所里面最重要的呢，就是约柜。约柜里面有3样东西，亚伦发芽的杖、玛纳以及十诫。那约柜其实上面这个用金子做的施恩座叫做避罪座，因为它带着献祭的这个血要弹在这个避罪座上面。那这个会幕的模型其实是浸信会教会给学生做的一个模型。那参观会幕的解说呢是没有包含在门票里面。导览的费用是1个人20块 shekels， 那时间的话就是可长可短。那如果你们是团体要来的话，最好是先预约。如果你们来以色列玩，然后也会去约旦玩的话，我觉得约旦那边的瓦迪让可以看的东西会比这个 Timna 公园多。但是如果你想要看会幕的话，那当然是只有这里才有。这个呢是以色列南部的机场，叫做 Raymond， 因为它是那个太空员的名字。不过因为现在在打仗，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在用啦。只有这样的飞机。给大家看，以色列的土地其实没有那么大，像那边的城市啊，就已经是约旦了哦。那个湖那边有火焰鸟 flamingo。那这边呢是以色列唯一的免税城市，所以物价会比耶路撒冷便宜个至少17%。然后呢，这里的宗教气息也不是那么明显，它是一个以观光为主的城市。观光客来源呢，包含以色列境内的，以及从欧洲来的，因为那这边365天里面大概有360天都是大晴天，所以就很受欧美人士的喜爱。然后它又有红海嘛，所以也可以做一些浮潜的活动等等的。它这边也有就是人质的海报。我上次来这家超市的时候呢，是接近4年前了。那个时候是2020年，疫情刚开始，然后我们在以色列，然后就在找口罩。我们回到刚才吃午餐的这个地方的这条街。然后呢，其实这里都在盖房子，盖的应该都是公寓，可能本来是长这样啦。这是我们吃午餐的地方，非常推荐，叫做 Omer's， 就是这个美眉的名字。他把书埋葬变成一面墙，然后你想要拿书的话，你也拿不到，因为它已经被水泥这样子封住了。这些感觉都是新房子，有人住了，但应该大部分都还是空屋啦。会有人想要住在 Eilat 吗？物价比较便宜，又有海边哦。时期才有的，意思是说我们会一起得胜。在 Eilat 这边呢，有非常多的饭店。那这些饭店呢，现在有非常多的以色列难民。可能就是给你们看，跟新闻上感觉说的不太一样。这里真的没有那种紧张的气氛，就是埃及。然后旁边这个呢，就是约旦，白色的房子，是有人在做海上的运动。
坨，灰大坨有点冷，对不对？那 Aroma 呢，其实就是以色列的星巴克。那这一间 Aroma 很特别，不是因为我们之前来过，而是因为它在地图上找不到。可是它又特别的漂亮。太阳要下山了，咚咚咚的移动，很多运动的人，还好没有很贵。这个 Blundstone 啊是以色列的国民鞋，然后我买到0码的 size 才。这边的房子旅馆好漂亮。尤其是晚上的时候，这些亮亮的呢，都是旅馆，不同价位的旅馆。这里还有另一个 mall， 里面有一些商店。以色列在独立战争的时候呢，就在那个地方攻下来后插了一面旗，然后几个小时后就把那个国旗就换了一个正式的，所以那边呢就是他攻下来的时候第一个插国旗的地方，是一个景点。然后就这样子没有了，Eilat就这么大，我们已经逛完了。当然，如果你们以后来有兴趣去逛 mall 里面的话，就是可以看很多商店，然后都会比耶路撒冷便宜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不是旅馆区了，这就是居民的区域。因为以色列它一开始建国的时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，所以1950、1960年代你移民来以色列，那政府就会负责给你找到免费的住处。那时候政府盖了很多像刚刚看到那种臭臭的房子，那就是50年代、60年代盖的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一个mall 呢，是应该比较便宜的，它叫做 Big， 噔噔。这里呢又看到了以色列的星巴克 Aroma， 然后这边蛮早就关门了，现在其实一点都不晚，现在才6点多。可是你看，就是有一些店好像快要关门了，所以我现在有点赶着要去买吹风机。这是以色列的那个保养品店，然后他也有帮忙卖那个，就是给人质家庭的这个团体支持他们的一个铁牌。然后这里整个都叫做 Big， 有很多的店，还有麦当劳。明明是同一家 Super Farm， 在这里呢30块，我刚刚去的那一家呢是37块。它还有更便宜的，才25块。然后这边呢是吃的，但你看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，而且有些店已经关了。这个是以色列最有名的鞋子连锁店。不过我刚才已经买到0码鞋，所以我不觉得这里的价格可以比我刚才那家还要好。我刚刚买213，然后这里是573，然后再打8折。然后 Shilab 是我们以色列这里最常见的母婴用品店。所以它是因为不用付17%的税，所以其他是3件150，它就是3件128.2。Eilat还有其他可以玩的，但是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，或是以后可能会再下来，然后可以再跟大家介绍。那今天就先这样了。我们来加油，在耶路撒冷1公升是6.95。猜猜看，这里1公升才多少钱？竟然，噔噔，95是5.93。